你相信神明吗？爱上博物馆，爱上博物馆，听众兄妹带你听见文物的声音。书接上回，我们现在来到了三星堆。对，和殷墟一样，这个博物馆呢也是一个遗址类博物馆。你看它的外形像什么？像什么呢？先卖个关子，好吧。哎，大圣，你说3000多年前的殷商人来到三星堆的话，他们会说啥？这个三星堆，你个青铜卷王！是的，本来以为看过了殷商的青铜文明，我们俩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了，没想到还是拜倒在了三星堆众多青铜宝藏的裙摆之下。找着。来，占领一下本期视频的点击量。王子公主情3连。看什么呢？这么认真？天机不可泄露呢。怎么又卖关子？据说好奇心重的人都在三星堆。小堆堆是我们对这里的昵称，实际上一点都不小。就比如说有些文物，相当大。这是全世界已发现的最大的单件青铜文物。这和《山海经》里记载的东方神木扶桑如出一辙。哎，可是这个树上只有9只啊。不少网友说缺少的那个背着太阳值班去了。哦，我们可以看到神树的树干最上面的这一层确实是缺失的，但是到底是神鸟还是其他呢？不知道啊，我们只能耐心的等待专家们的进一步发掘了。那就这一刻来说啊，发现的时候可是有2000多个碎片呢，专家整整修复了10年的时间。那可是。目前已经发现了8棵这样的神树，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神树等着我们。还有一点啊，这棵神树的年代在《山海经》成书之前。你要这么说啊！三星堆人真不愧是世界青铜文明的称霸者，各种充满了天马行空想象力的文物，让我们一眼万年。Later， 没有最卷，只有更卷。看3000年前的叠叠乐，哇，好家伙，这也太复杂了。是啊，你看看底座上那13个青铜小人，他们的穿衣打扮和动作全都不一样。另外啊，由于不好复原组装，只能分成3个展柜来陈展。想看全貌的话，只能通过复制品来感受了。它反映了三星堆时期重大仪式活动中不同职能人员的分工和他们的宗教观念。让我们脑补一下当年的祭祀场景得有多宏大吧！祭祀，那得有大 boss。你们的男神来了！看，世界铜像之王。青铜大力人，这可是目前世界已知最大、最完整的青铜人像。对，他是谁呢？不知道啊。最特别的就是他的手势，一高一低，好像在握着什么东西。握的是什么呢？不知道啊，没人知道呀。有人去猜啊，会不会是古蜀国的大祭司或者蜀王？至于握的是什么东西，博物馆也把各种猜想写在了这里，足足有7种。根据推测，青铜大力人集神、巫、王于一身，是当时最具权威性的领袖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他头上的莲花状兽面纹的帽子，衣服上的龙纹、鸟纹、虫纹等等细节啊，都表明他的身份很不一般。看起来他像是正在指挥一场宏大的祭祀活动，像是群巫之首。等等，群巫？那是配角的阵容相当强大。青铜人头像连连看。现在只是展厅展出的面具还有人头像就有120多件，不同的冠饰代表了不同的族群、职能还有身份地位，可以说是庞大的祭祀集团。这戴金面具了，一看地位就不一般。还有更炫的面具之王，这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里边最大的一个。我看这些面具造型差不多，但是眼睛好像区别挺大的。对，有外凸的，有镀木。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一种眼睛崇拜，还有一种可能是象征了他们的国王蚕虫。这里要给大家说到，蜀这个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里，而且形态和现在基本相同，上面是一个木字。古蜀人对眼睛是非常的崇拜，认为可以通过眼睛来探索未知。那这样说，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眼型夸张的面具呗。对，那真相来了，博物馆的外观设计就是古蜀之眼造型。你猜对了吗？
由于三星堆呢至今没有发现文字，我们呢也只能从其他地方的记载来推断，这里在殷商时期就叫蜀。对，同样由于没有文字，这个地方的文物它就显得更加神秘。不可思议的文物，来一波！哦，我来了。来，你看这个动作，来试试，有没有像在做瑜伽？带纹身的健身教练。哎，大名鼎鼎的青铜龟背网格器，这上面的网格是用焊接技术铸造的，中间是一大块完整的玉石，这么精细的铸造工艺，它怎么能是烧烤架呢？对呀，它怎么能是烧烤架子呢？你看这个玉章可不一般。为什么？你看这个图，三星堆人正跪在神山旁边，用玉章来祭山，目的是通天通神。你想，这对于没有发现文字的三星堆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不就相当于一幅画吗？就是有人有物有事儿。哎，这不就是他们古代祭祀时候最直接的证据吗？哎，大圣，你的金箍棒呀？怎么成这样了？哎，人家可是国宝啊！它铺开之后啊，是一张完整的金箔，是夏商周3代考古里出土的最大的黄金制品，没有一点破裂和修补的痕迹，厚度呢只有0.2毫米。即便是这样，上面还雕刻了海鱼、凤鸟、人物头像等等，这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篆刻技术。一个字儿，绝！放眼全球青铜文明，三星堆都不愧北纬30度东方传奇的称号。他们相信生命不死，灵魂永存，认为要祭祀先祖，还需要把奉献的祭品烧了，神明才能享用到。所以啊，他们就把祭品打碎埋到了这里，这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祭祀坑。他们呢用一个个祭祀品诠释了生生不息的概念，让信仰有更具象化的展现。所以对于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人来说，他们坚信神明的存在。但是，总有人说我们是外星文明语音，怎么可能？小天，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看了这么多文物，但是几乎没有发现兵器？哎，是啊，你看那烧王武器库多大呀！原因就在于两地青铜器制造的合金配比里。从三星堆出土的铜器来看，这一时期的先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铜锡铅它们合金配比的有关知识。即目前发现的就有锡青铜、铅青铜，还有锡铅青铜等等多种的合金类型。人们呢可以根据需要来决定青铜的质地，是进行工艺复杂的铸造，还是打造锋利的兵器。哎，有没有觉得这个青铜尊挺眼熟的？也许也有。对，你好啊，兄弟。这里提到了妇好墓，和商代时期一样的海贝，经贸往来的基础。其实来这里之前啊，我们也很好奇，为什么殷墟博物馆提到了三星堆？现在我们的疑问全都解开了。专家认为呢，两地出现了相同的器物，这说明3000多年前古蜀人和殷商人早就往来频繁。当然还有其他地区啊。让我们回到节目开头，大圣看了很久的那张图。没想到三星堆文明和各个文明的联系这么多。我以为只有殷墟呢。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文物草蛇灰线、福脉千里，串联起了三星堆跟各个文明之间的关系。人类的好奇心啊，驱使着他们不断的对外交流交往，也互相吸引着各地优秀的文明成果。对，当我们以为这就是今天逛馆最大的收获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它——青铜太阳轮。有没有可能是月？都写了是青铜太阳轮，月球也是圆的呀。这个地方以前还叫三星堆月亮湾呢。一切都有可能，对不对？所以你看刚才那个龟背网格器，它也是根据形状来进行的命名啊。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的猜想一下，这有可能是3000多年前一场追星逐月计划的产物呢？三星堆遗址占地面积啊有12平方公里，但是目前也就发掘了2/1000。所以我们发现和许多博物馆不一样，三星堆博物馆没有结束语。因为这场探索才刚刚开始嘛。探索精神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内核就是好奇心。其实青铜太阳轮到底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在极致好奇心的驱使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可能。时代更迭，信仰不灭，好奇心呢，最终都会引导不同时代的人们找到自己的最终信仰。从屈原天问到天问1号，从嫦娥奔月到嫦娥6号月球探测器，我们一直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处觅得前行的力量，来叩问广袤星河。知所来，更壮阔的历史已然启程，宁所往，更伟大的胜利还在前方。
这就是给你的。全国195件禁止出境展出的文物，你知道这儿有几个吗？我们都在视频里给大家标注了啊。王子公主庆2算，好吧。